让风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剑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样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我叫李长寿，曾是个蓝星人。因恩师奇缘之死，我决定与天道对抗到底。失了智真就失了智，把转生塔砸了。7日之内转生是这些精魄唯一的活路。可眼下圣元不出，转生塔修复无望，转生盘超负运转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水，对，我可以建一条河，一条连通血海与六道府的河。说干就干，挖河炼宝，引水提纯，河道终于完工，但只能就4成吗？圣元不出，转生塔修复无望，转生盘超负运转，我能做些什么？为何会成了这般？我本是想度化那些无处可归的生灵。让开！转生塔因我教之人而毁，这些精魄只要消散，便会成为我教业障。眼下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救了又如何？这些精魄最多能撑7日，7日内无法转生，亦会消散。而今6道转生盘尚未恢复，转生塔又被毁坏，这些精魄的转生之路已被封死。道门此举不过是徒劳，我等当即刻回山商议往后事宜，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法力。谛听，这次有多少精魄遭殃？这些精魄积累了漫长岁月，大概相当于60个南赡部洲现有人族总和。60个南赡部洲。主人别想了，你有功德必身，日后安心修行，便是大劫真的来了，也是能活的。石勒之真该死，转生塔一毁，精魄必死无疑。我等皆要背负滔天业障。转生塔因我的无垢道心而立，只要师尊传我修补之法，西方之危便可解。可师尊为何还不见我？主人，别人都想着把自己摘干净，你可别上赶着搭进去。凭什么道门是天地主角，我西方教只是配角？师尊，弟子定让西方大兴。3000世界，道门不懈经营，咱们就去扎根发展，既可凝聚功德，又有教化人族之功。二师尊，须菩提操控精魄，威逼六道府，这与天道之术不合，我能做些什么？主人，这是西方教的劫，你千万不要穿过进去啊！是劫还是机缘？
都在我一念之间。主人，转生塔被毁，明显是天道出手。二圣若直接干涉，就是对抗天道，圣人都解决不了，你何必？请师尊传我修补之法。你可知，这一去，你再难回灵山。弟子知晓。若非如此，师尊何以迟迟不对弟子下令？修补此塔，要靠无垢道心配合，更要弟子以身为引，是吗？你本该继承我衣钵。弟子若不去，生灵涂炭，希望教何以立足天地，何以等来大兴？是师尊将弟子带回灵山，弟子愿去。弟子修道有成，当离去了。唉，终究抵不过天道之意。地藏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可是有修补转生塔之法？有。你我订立的仙气已尽，今日放你自由。走吧。惺惺作态，此地这般惨状，都是你西坊教所致，真当贫道不敢杀你。我与他们不一样，我与他们也一样。西坊教结阴圣人之弟子地藏，今日替我教了断因果。望水神念在无辜精魄的份上，准我修复转生塔。你有几成把握？又需多久？10成把握，片刻光景。立誓，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，不被任何人干涉，只听大德后土之命。我西坊教地藏，在此立大道誓言。如此可好？地藏，
终得水神一礼，苦矣。若让他们看到，我又百口莫辩。燃此道躯，凝此元神，融金莲子，化转生珠。我不入幽冥，谁入幽冥？欲证此身，当需久远，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立弘誓愿，愿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使令解脱。师尊，弟子缔造，不负西方。第二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体系后，两边流程同步推进。此前积压的精魄9成8已得转生安置，此河就流于血海，连接6道转生盘和第二转生塔，以作辅助精魄转生之用。但河水还没有取名，请秦将军为这条河起个名字吧。此河承接天河之水，分作3股，引导精魄前往各自转生之命途。既如此，便叫它三途河，如何？三途河，原来6道府的三途河就是这么来的。看来许多事冥冥之中已有注定。哼，要说这地藏也是个人物，竟甘愿以肉身修补转生塔。他不过是为救西方罢了。这点，道友说的对，却也不对。他确实曾屡次出手相助陆压炼邪剑，干预玉帝立劫身，谣言祭出产劫征，兵发人教树宗门。但今日之事，远远超过了他的底线。他牺牲自我的出发点，自是因西方教，而让他下定这个决心且义无反顾去做的，还是心底的那一份悲悯。你如此感慨，看来你屡次在人前引他为知己，并不只是为了挑拨他与西方教。被仙子看出来了，西方教藏污纳垢，我实不忍地藏如一颗珍珠混在一群榆木之中。但这次，西方损失了这般弟子，只剩下酒囊饭袋，终究是输了。话虽如此，西方教也不可小觑。第二转生塔虽已由大德后土管辖，可天道依然会给西方教这份气运。天道气运，便是引导生灵朝着天地稳固的方向发展。他日紫霄宫中商议封神劫难时，西方教也就多了几分话语权。也是想通这层，我才明悟，西方教图谋第二转生，妄造杀孽，
必须受到惩罚。但天道为大兴西方，自是要给西方教留下后路，而这后路就是地藏。可惜我肉身已毁，此生难出转生塔。不过水神这家伙，说好的稍后来找我喝茶，怎么还没来？哟，寂寞了。啊？要不要本神兽耳听众生，帮你解解闷儿？先说好，本神兽可不是回来当你坐骑的。咱们现在没有仙气，我要是看上哪个好人家，可是直接要走的。如果你要喊我2声大爷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一阵儿。滚，找你的截教圣母去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急了是不是？你现在也是给天道老爷办事的，多少有点身份。涵养呢？气度呢？别磨刀，你这我真走了信不信？我就给水神大人当坐骑，你信不信？错了错了，主人你别动手，我给你讲讲好故事啊，主人。500年见一面，真的很久吗？啊，我也想与你们多见。扫描这个2维码，我在师兄官方粉丝群等你们。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身子与心间，不同凡响为我了解。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玄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境界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奇的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突然的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小人界的一道失恋，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奇的冒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突然的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小人界的一道失恋，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见情缘。通天师叔和尊极师叔斗法，到底谁赢了？当真？这还能有假？这位将军如何称呼？倒是未曾听闻。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照着一个人的安排，照着既定轨迹发展。命运的齿轮究竟是何时开始转动的？想起来了，一切都想起来了。七色煞是我的极限，但不是我们的极限。九色斩！